江家大小姐真是可怜，眼看明日就要大婚了，谢小侯爷却意外坠崖身亡。谁說不是嘛？听说江离在悬崖邊不吃不喝守了3天3夜，眼睛都快哭瞎了。哭得这麼慘，謝莲那小子分明是假死，其實是想趁機和莊子上那個狐狸精廝混，當真是比我還狗。誰在說話？難道我傷心過度，出現幻聽了？老太婆跟臭男人這會兒正得意呢。主人你別哭了，去偏廳看看就知道了。我旺財耳朵尖，隔着大半個院子都聽到那不要臉的笑聲了。兒子，你這次行事也太荒唐了，這麼亂來，可千萬不能讓你爹知道啊！您放心吧，娘，就算我爹知道了又能怎麼樣呢？我死裡逃生，到時候只怕他心疼我還來不及，哪捨得責罰我？你呀，莊子上那個雖好，但到底身份上不得台面，你悠着點。兒子心裡有數。沒被江麗發現吧？我剛才從前廳過來，江麗那丫頭光顧着傷心了，哭得都快背過氣去了，看着還怪可憐呢。可憐什麼？大不了等我回去多買些珠寶首飾，好好哄哄她就是了。女人嘛，隨便給點甜頭就暈頭轉向了。人人都說我袁琦是京城第一浪子，今日跟你簡直是小巫見大巫。為了那麼個外室女人，你竟然連假死這種大戲都唱出來了。你不會真對莊子上那個女人動了真心了吧？真心孰輕孰重，心裡有數。等我在外面玩夠了，自然會回來娶江離。畢竟我還得靠着江家背後的才藝和人脈，幫我繼承這侯府的爵位。靈兒沒了，這衣冠珠你來立吧。好，我為了他幾日幾夜睡不着，肝腸寸斷，到頭來我的深情竟然只是一場供他們算計的笑話。主人，你不会還想這樣忍着吧？難道你還相信狗男人的話，等着他回來娶你？阿離妹妹，你不要太難過了。若是謝靈在天有靈看到你這樣，肯定會心疼的。袁琦哥哥，我覺得謝靈沒死，我覺得他就在我身邊。阿離妹妹，我知道你和謝靈情深意重，但人死不能復生，你也別太過傷心，都生出幻覺了。我主人人美心善，想要什麼樣的男人沒有？謝靈這個狗都不如的渣渣，呸呸呸！把他跟我比都是在侮辱本王。主人你放心，將來你一定會遇上一個比謝靈好1000倍不10000倍的絕世好男人。要是我原來的主人在就好了，他一定會喜歡你的。阿離妹妹，別想那麼多了。謝盈若是知道你這般傷心，該會心疼了。心疼？主人到了。狗男人的味兒就是從前面那個大宅子裡飄出來的。竟然是他，昔日戶部侍郎蕭大人的庶女蕭玉茹。蕭大人因貪墨朝廷賑災銀兩剛剛被抄家，按理說他此刻應該在被流放嶺南的苦役路上，竟然被謝靈藏嬌在此。靈哥哥，高一點，再高一點嘛，夠不着了。好，哥哥給你托高點。哎呀，嚇死人家了！靈哥哥，你討厭死了。討厭？我看看有多討厭。靈哥哥，你平時跟江離在一起也這般親熱嗎？他整日端着個侯門大小姐的架子，規矩大過天，親不得碰不得，跟塊木頭一樣，無趣的很。哪有我們玉茹這般銷魂？靈哥哥真壞。
披麻戴孝，他卻在這金屋藏嬌尋歡作樂。謝靈，你好狠的心腸！哼，這世界上又不止他一個男人。你說的對，旺财，這天下的確不止他謝靈一個男人。謝江兩家聯姻，最初定下的人選根本不是謝靈，而是他同父異母的親哥哥謝昭。當年謝靈的母親仗着侯爺寵愛，處處打壓正房，硬生生將謝昭的生母逼得抑鬱而光，自己名正言順的篡了位。謝昭棄生母慘死，與侯爺決裂，直接搬出侯府。10幾歲便在軍招立下赫赫戰功。那時我年紀小，眼盲心瞎，懼怕謝昭身上那股殺伐果斷的威嚴，反而覺得謝靈幽默風趣，是個良人。謝昭走後，謝靈便理所當然地以小侯爺自居，京城人人都羨慕我們青梅竹馬。我也天真的以為我們是兩情相悅，卻不知他不僅鳩佔鵲巢，連心肝都是爛透的。阿離，近日公務實在太繁重了，我出城去處理了一批軍需。你身上怎麼有股胭脂味？哦，同僚拉着去酒楼应酬，不小心沾上的，不用管他。好一个公務繁忙，原來他不是去處理軍需，而是去莊子上跟罪臣之女翻雲覆雨了。阿離，那是不是謝夫人？他兒子剛剛意外死命，屍骨未寒，他竟然還有閒心在這高高興興的逛鋪子買珠寶。謝靈活得好好的，還在莊子上金屋藏嬌，他這當娘的自然有閒心了。呸！老刁婆，拿我主人的錢買首飾，不要臉！阿離，你怎麼出來了？我記得謝靈生前最喜歡吃西四街的水晶糕，謝夫人今日買這糕點是要給誰吃啊？靈兒的頭七快到了，這是她生前最愛吃的。我今日路過，看見這水晶糕就想起了我的靈兒，買回去放着，就仿佛她還活着一樣啊！還頭七，她可真敢說。謝靈有這樣虛偽惡毒的娘，能是什麼好東西？我以前真是瞎了眼。謝夫人，人死不能復生，您可千萬要節哀啊！不過，謝靈屍骨未寒，有些話我本不該現在提，但念及我們兩家百年的名聲，我還是得說清楚。先前我同謝靈訂婚，皇上賞賜的那批金銀首飾、御賜擺件，都暫由謝府保管。如今謝靈不在了，這婚事自然作罷。那些金銀首飾，何該清點一下，如數歸還江府。你要拿走嫁妝？那畢竟是我的嫁妝。謝靈既然過世了，謝府理應歸還，也省得落人口實，說謝府貪圖未往人的嫁妝。謝夫人覺得呢？江離，謝靈才死了幾天，你就這麼急不可耐的要分家當找下家了？謝夫人，您怎麼能這麼說話？明明是……我找不找下家，那是我們江家的事，跟謝夫人沒有一點關係。畢竟謝靈死了。你就是個掃把星，是你克死了我兒子！大家評評理呀！要不是這狠心的丫頭非要逼着我兒去參加什麼張太傅的詩會，逼他科考，他怎麼會在趕回來的路上墜崖出事？如今我兒屍骨未寒，他就要捲錢跑路，太薄情寡義了！我不找下家，難道要在你們謝家守一輩子活寡？還是說謝夫人其實根本不是心疼兒子，只是捨不得我那10里紅妝，想扣下來據為己有？胡說八道！我堂堂侯府，難不成還會在意你那點寒酸的嫁妝不成？好，既然侯府財大氣粗不在意，那我3日後便派人登門取回，還請謝夫人好好清點，一件都不能少。張彤，我們走。阿離，你不覺得謝夫人剛才的反應怪怪的嗎？哪有親娘聽說兒子死了，眼淚還沒掉連就跟炸了毛的野雞？謝夫人心裡有鬼，自然心虛。既然他們母子倆這麼愛演，想給我唱這出大戲，那我就搭個戲台子，看他們最後怎麼收場。既然謝夫人和謝靈這麼喜歡演大戲，我不添把火，豈不是辜負了他們？
謝江两家聯姻勢在必行，但這謝府可不是只有他謝靈一個兒子。来了。謝昭哥哥。謝昭哥哥，倒是許久沒聽你這麼叫過我了。少時我去侯府找謝靈，偶爾碰見他，都會局促地喊一聲謝昭哥哥。可那時他對我總是冷冰冰的。謝靈假死的事，看來你都知道。是，都知道了。那今日來找我，你想如何？我想嫁給謝昭哥哥。江小離，你膽子不小啊，竟敢把算盤打到我頭上，想利用我來報復謝靈。不是利用，是合作。信上記錄了謝夫人當年的刁難，伯母叮囑你要千萬小心他們母子。她還說，日後一定要好好待我。江離，你當真不悔？不悔。禀将軍，江小姐派去侯府取嫁妝的人無功而返了。怎麼回事？謝侯府大門緊閉，管家說謝夫人因喪子之痛悲傷過度，突然重病不起，無法清點庫房，把咱們的人打發回來了。他這病來的也太巧了吧，剛好趕在我要取回嫁妝的時候。想賴賬直說，裝什麼病息事？你輸了，江小離。哎呀，剛才沒注意，這步我下錯了，不算，重來。江小離，落子無悔，不許耍賴。這麼小氣。明明是你輸了，怎麼倒打一耙，說是我小氣？你讓我一下又怎樣嘛？主人，你來了！主人，想我了沒有？主人？你倒是會尋好去處，想必在江府過得不錯，都肥成這樣了。主人，我好想你啊！這幾天吃得好撐。這是你的狗？可它明明是我前幾天在東江邊撿到的流浪狗啊！是，前陣子它自己貪玩跑出去，一直沒找着，沒想到竟然被你撿了去，真是巧合。切，我就說嘛，當時主人大半夜不睡覺，把我帶到東河邊，非要我蹲在那個草叢裡裝可憐，讓你撿去。原來他是想借此機會找借口接近你啊！哼，狗男人那點純情的小心機，早就被我本王看穿了。謝靈，我聽伯母說，江離今日派人去侯府，要取回皇上賞賜的那批金銀首飾。你說他是不是以為你真死了，急着撇清關係找夏家呀？他找夏家，元兄你可真會說笑。他愛我愛得死去活來，沒了我連活都活不下去，怎麼可能找別人？我看八成是他那個勢利眼的娘叫他去把嫁妝要回來的。隨便他鬧，叫我娘先給他便是。反正江家就他一個獨生女，將來江家那潑天的富貴，連同他的人，還不全都是我的囊中之物？早給晚給有什麼區別？好不要臉的算計，這軟飯硬吃的如意算盤都敲到我江家祖墳頭上了。也是，
想当初謝江两家聯姻，他放着你大哥那位威風凜凜的鎮北將軍不要，死活非要選你，可見是對你情根深重，死心塌地呀。不过兄弟，庄子上那个萧玉茹，你打算怎么安置？她可是获罪被抄家的罪臣之女啊！要是被人发现了，怕什么？他从小在鄉下，京城見過他的有幾個？等過陣子風頭過去，我就對外宣稱她是我外祖母家的遠房表妹，來京城投奔姑母，直接正大光明的接近謝府。這謝府以後就是我做主，就算是江離過了門，他一個規矩本分的大家閨秀，能說什麼？敢說什麼？只能乖乖給我受着。絕了！謝靈，你真是把女人拿捏得死死的，坐享其人之福，家花野花一起採啊！謝兄，袁某佩服佩服。好一個瞞天過海的表妹，好一個乖乖受着。謝靈，你不僅要吃絕戶，還要把流放重犯到我眼皮子底下惡心我。溫柔真絕對，你錯我不可，你不痛我不美，心花怎甘心荒唐是非。哎呦，好巧啊，謝大人，不知這位佳人是？是我未婚妻。未婚妻？这位活阎王平時身邊個母蚊子都沒有，什麼時候冒出來個未婚妻？嘿嘿，謝大人藏得可真深啊！不知是哪家的千金小姐，竟然能得謝大人這般青眼。不勞袁公子費心，到時候你自然就知道了。阿離妹妹，生辰極樂，這是謝靈生前託我保管的禮物。她說若她出了意外，便讓我替她送給你，全當是留個念想吧。哼，收下吧。袁公子，真是辛苦你跑這一趟了。你不打開看看嗎？這可是謝靈的一片痴心。看與不看，又有什麼分別呢？如今謝靈不在了，你以後有什麼打算？等一會兒你就知道了。鎮北將軍謝昭攜聘禮入府。謝昭心悅江離已久，今日特來向二老提親，求娶江家大小姐江離。我答應你。江離，你這個水性楊花的女人，你怎可如此薄情寡義？我靈兒屍骨未寒，你就要另嫁他人，你對得起她嗎？靈兒才走了幾天啊，你竟然就急着嫁人了！伯母這話真有意思，我們有婚約不假，可他人都死了，總不能讓我江家獨女一輩子替他守活寡吧？就是啊，謝小侯爺才死幾天啊，這就換人了。前陣子還在懸崖邊要死要活的，怎麼一轉眼就跟謝家老大勾搭上了？也許早就暗度陳倉了，沒準謝小侯爺墜崖，就是這倆人為了奪爵位害死的呢。謝夫人教訓的是，既然大家都覺得我薄情寡義，那我江離確實配不上謝小侯爺的一片深情，所以還請謝夫人盡快欽點，雕還我江家的家。
我之前不是说了吗？我身体不适，还没来得及清点。这点东西，我江家还不至于看在眼里，但是我也绝不想便宜了你们这对恶心人的母子。乖乖给我还回来，否则我明日就带着状纸，直接告到养心殿去，告你谢府贪墨晕刺之物。我说到做到。江小姐，您点吧。这是皇上当年赏赐的物件，我们谢府连夜理出来了，悉数奉还。哲宇，带人对照着皇上当年的赏赐名册，给我一件一件仔仔细细的清点，少了一颗珍珠，拿你们试问。是，小姐放心，奴婢定会查得清清楚楚，一个都不许少。江小姐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觉得我们堂堂谢侯府会私藏你这些物件不成？那可说不定，毕竟你们谢夫人连重病不起的戏码都能演，谁知道会不会顺手牵羊贴补家用呢？你欺人太甚！点清了，直接入库。禀江小姐，主子派属下盯着江南那边，有动静了。哦，说来听听。谢灵在江南听说了您和我家主子订婚的消息，当场摔碎了杯子，现在正火急火燎的往京城赶呢。那个萧玉茹在旁边一个劲儿的煽风点火，他跟谢灵说：“小姐您根本就不爱他，否则怎么他前脚刚死，您后脚就这么迫不及待的同谢将军订了婚？”爱，谢灵这种人面兽心的人，竟然也配提爱？谢灵，他不信。他不信，他还说了什么？谢灵骂萧玉茹妇人之见，他坚证肯定是小姐您以为他死了，一时想不開，心灰意冷之下才會賭氣接受了家裡安排的婚事。他還說，只要您知道他還活着，就一定會立刻跟主子退婚，哭着求他原諒。旺財當初吐槽的可真是一點都沒錯，這個男人身上當真是有一股子不要臉的盲目自信。他走水路還是陸路？還有幾日能回到京城？回小姐，大概5日。5日，正好，那一天剛好是我和謝昭的大婚之日。阿麗，我是謝靈，我是謝靈，我回來了，我要去找江離。呸！哪來的瘋子敢來冒充謝小侯爺？全京城誰不知道謝小侯爺早就墜崖摔得稀巴爛了？趕緊滾！今日是我們鎮北將軍娶妻的大喜日子，耽誤了我們將軍的好事，當場把你剁了！阿麗，阿麗，你看到我了，對不對？起駕！起駕！不可能，他那麼愛我，怎麼可能嫁給謝昭？阿麗一定是被蓋頭擋住了視線，沒有看到我。對，一定是這樣。江離，我是謝靈啊！靈兒，你跑哪兒去了？你知不知道江離今天真的嫁給謝昭了？他還把皇上賞賜的那些珠寶首飾全搜刮走了，一件都沒給我留啊！他這是鐵了心要跟咱們謝府一刀兩斷啊！娘，你懂什麼？他肯定以為我死了，心灰意冷、破罐子破摔才會嫁給謝昭那個悶糊塗。只要他知道我還活着，只要我親自去跟他解釋，他肯定會立刻跟謝昭和離，回到我身邊的，一定會的。
郎官来了，新郎官来了！主人今天终于抱得美人归，心里肯定早就乐開花了。你必引我進退，苦樂都跟隨，舉手投足不違背，講謙卑，溫柔真絕對。你錯我不肯。江小離，你可後悔？哎呀，這都什麼時候了，洞房花燭夜啊！主人，你問這種煞風景的話，也太不解風情了吧？旺財可是全都看在眼裡了。主人平時在府裡經常偷偷看女主人，肯定喜歡她，喜歡的要死。哼，本王早就看穿了。那次在東河邊，主人肯定是故意把我丟過去的。他看女主人哭成那個可憐樣，自己不好意思去哄，反而讓我這條可愛無敵的狗狗去安慰她。往日在軍營裡訓你手底下那幫兵，手段一套一套的，怎麼一到了我女主人這兒就慫成大狗狗了？原来，在我最絕望的時候，那份讓我重新活過來的溫暖，是他給的。原來他一直都在我身邊，默默地守護着我。謝昭哥哥，將路不悔。這裡是我謝昭所有的身家性命，田產、地契、兵符、印紙之外的所有東西都在這裡。從今以後，全交由夫人保管。我知道，跟江家的潑天富貴比，我這些或許算不得什麼，但我只想讓你知道，只要我有，我都願意給你，永不背時。聽說了嗎？江家大小姐原本許給謝家二公子的，沒想到最後穿上嫁衣，竟嫁給了謝家大公子。這二公子才死了幾天啊，這小丫頭就找好夏家了，真是水性楊花。哎，我聽說二公子沒死，說是墜崖被沖到下游，受了傷失蹤了。可惜呀，拼了命趕回來的時候，未婚妻已經成他大嫂了。你們想啊，謝侯爺本來有意讓老二繼承爵位，怎麼偏偏這個時候老二墜崖了？我看吶，這八成是老大為了奪爵位和女人，暗下毒手。外面的閒話你不必理會，也不用操心。跳梁小丑的垂死經扎罷了，我自有安排。經過這段時間的相處，我發現謝昭向來不善花言巧語，但心細如說，事事周到。只要有他在，我仿佛真的什麼都不用操心。既然他這麼說了，那我就安心看戲便是。阿離，阿離，我是謝靈啊，我沒死，我歷經千辛萬苦終於回來了，我真的好想你。呸！不要臉的狗渣男，歷經千辛萬苦，你那是帶着罪臣之女在江南遊山玩水，縱慾過度，虛的好吧？想我主人，你是想我主人那麼的嫁妝了吧？阿離，你是不是還在怪我沒早點回來？謝靈，你是死是活都同我沒有任何關係了，請你自重。我現在是你的大嫂。我知道，你肯定是以為我死了，絕望之下才會賭氣嫁給謝昭的，對不對？我不怪你，你現在去跟謝昭提和離，重新嫁給我，好不好？我不介意的。阿離，我就知道，你笑了吧，我就知道你心裡還有我。
謝靈，別做夢了，我現在是謝昭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你若再敢逾矩，休怪我不念殊死之情。江离，你到底在装什么清高？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的人都是怎么议論你們的？說我屍骨未寒你就急着找夏家，說你們倆聯合起來暗害我，這些你知不知道？你醒醒吧，謝昭那是個什麼樣冷血的人？他根本就不愛你，他娶你只是為了江家的勢力，他是在利用你，我是為你好。哼，謝靈，你以為全天下都跟你一樣是個滿腹算計的畜生嗎？你以為我是任你幾句挑撥就失去判斷的傻子嗎？收起你那惡心人的虛情假意，我江離不需要。江離，我是為你好，謝昭他真的是在利用你。娘子，我来接你回家。謝昭，你這個卑鄙小人，你居然趁着我不在，不要臉的搶我的未婚妻！我告訴你，阿麗只是以為我死了，一時糊塗才會嫁給你。她心裡真正喜歡的人是我，是我謝靈。你好大的臉！你說是皇上知曉，你這幾個月跟因貪墨被抄家的罪臣之女糾纏不休，甚至還將她藏匿在天子腳下，會怎樣？你怎麼會知道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當晚，嶺南的一道折子被扶送到了養心殿。謝靈窩藏流放重犯，簡直是公然挑釁天威。原其知情不報，助紂為虐，被廷杖30，罰銀500兩。至於謝夫人母子連同那個蕭玉茹，數罪並罰，全部下獄。怎麼，你還捨不得他？什麼時候堂堂鎮北大將軍也添了這種亂吃翡翠的臭毛病了？謝昭哥哥，你老實告訴我，為何我們年少時你對我總是那麼冷漠？我去找謝靈，你理都不理我。那是怪你，怪你選了謝靈卻不選我。我明明比他好，我明明比他更喜歡你，你當初為什麼不選我？你選我好不好？江小離，我真的喜歡你，你知不知道？當年當我知道要和江家聯姻的時候，我到底有多開心？我覺得我連做夢都能笑醒。可是你卻選了謝靈，你知不知道？那天晚上我躲在房裡哭了一整啊！你選我好不好，江小離？主人，你這個過河拆橋的醋王，你可不能忘恩負義啊！我可是你安插的最強僚機，我可是你最忠實的旺財啊！